王毅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话时，邀请他经秋访华。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看来啊，一波三折的博雷利的这个访华行程呢，终于是敲定了，就在今年秋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周呢，在联合国总部开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呢也特别向媒体喊话，期待王毅能够在今年秋天访美，期待能够在美国延续两人在北京的重要对话。但是呢，布林肯也承认邀请还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那在我看来，这两个秋天的对照很耐人寻味。虽然状况不断，但是呢，博雷利他对推进访华行程信心满满，而且呢表现出极大的迫切性。确实啊，是因为此行呢议程重大。细读这份通话的通报，那么博雷利他访华至少有3大目标任务。首先也是最紧迫的，是为预定连累进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打前站做协调。王毅强调，这次领导人会晤将为中欧关系与双方合作发挥战略引领。其次，同中方开展战略对话，并且呢寻求开展更多机制性的对话。王毅啊就此生动表述，要把疫情3年缺失的功课给补起来。那么最后呢，是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要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可能啊会有人认为这第3项的目标任务有些虚，但是呢必须要指出，在欧盟率先喊出所谓去风险目标，并且呢正在推动制定对华新战略指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博雷利经秋访华，他的相关表态与动作无疑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也因此，我认为啊，博雷利他在通话中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表态是有相当信息含量的。那在您看来，博雷利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表态释放了何种信息？从外交部官网的通报来看，博雷利是这样向王毅谈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对立，而是互补关系。都呢旨在促进全球的发展。博雷利的这样一种积极取态，当然和一些美欧国家领导人以及舆论场上的叙事判断是存有显著温差的。在被美西方刻意建构的叙事框架中，全球门户计划被刻意呢描述为“一带一路”的所谓良性的替代，而“一带一路”倡议呢也背上了太多污名化、莫须有的抹黑指责。博雷利主动谈“一带一路”，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重大倡议今年迎来了10周年。当下在欧盟，在重要成员国意大利是否选择退出倡议，正在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阵营化的重大政治争议。上周呢，意大利防长公开对前任政府作为G7仅有的成员国，当年签字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决定大肆攻击，甚至呢对倡议本身也在做各种指手画脚。既然谈经济与基建合作，为什么出来表演的是防长呢？必须要指出，目前呢，意大利这一出退与不退的政坛闹剧仍然在上演，相关的争议注定也将会在欧盟范围内持续。那么，希望博雷利的最新的积极表态有助于平息这一场高度政治化、阵营化的争议。说到中欧关系，中方呢无疑是高度重视的。总理李强开启任内的首次对外访问就是到访欧洲。那么也是在访问欧洲期间，李强大声疾呼，喊出在全球媒体刷屏、振聋发聩的那个金句：真正的风险是不合作，真正的不安全是不发展。那么正是在李强访问欧洲期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14页的新贸易提案。尽管这份提案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提案实施军民融合政策的国家，它所指向的，按照美西方媒体的解读，普遍就被视作是指向中国。那么这份提案也被认定是欧盟追随美国推进所谓对华去风险，旨在遏制中方获取关键技术、寻求管理对华经济依赖的一个最新的布局。那么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曾经尖锐提问：欧盟自称是一个大中心，一个世界权力中心，一个独立的世界权力中心，就和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那么他为什么必须一直听命于美国呢？我认为对欧盟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灵魂追问。我个人呢也很期待布雷利他能够在这一次秋天的访华行程中能对此正面作答。美国也在大肆推进所谓去风险战略。近日，外媒密集报道，拜登政府最快将在本周1或周2宣布对华投资限制。您对此如何看？拜登政府
对华最新投资限制会不会以美国媒体爆料的所谓总统行政令的形式在今明2天发布？现在呢也并不是板上钉钉。事实上，媒体之前预报已经多次落空了。而所谓禁制令，它之所以一推再推，恰恰呢也在见证拜登政府内部对此实际上也并没有定论，各方可以说是博弈激烈。那么具体而言，美方投资的限制将会聚焦于3大领域，也就是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那么这恰恰也是当下最尖端也最具产业穿透与影响力的高新技术领域。路透社就引述外国投资委员会他的前政策总监劳拉·布兰克的这个分析说，白宫预料不会成立所谓的 a reverse CFIUS， 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 它的职能呢是审核外国对美投资，那么反向机构当然就是要审核对外投资。布兰克就分析说，预计美国政府不会搞所谓的逐案审查，而是呢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那么在我看来，拜登政府酝酿已久的投资禁令，就是美方所谓对华去风险战略的延续。我之前呢在节目中也曾分析，美方所谓的去风险，实际上和欧洲的去风险有明显的路径分野。美方就是要在特定的战略领域推动大国竞争，大肆推进产业竞争的安全化、武器化，不惜代价搞所谓的脱钩锻炼。所以美式去风险，它只不过是为原本的经济脱钩换了个马甲。美方为此做好了全政府投入打长期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对此呢，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预期，更应该有底线意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中方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预定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欢迎博雷利金秋访华。就在上个月，两人曾在印尼雅加达会面。王毅当时提醒欧方，尤其要警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使去风险变成脱钩锻炼的代名词。中欧近期频繁互动，对外释放了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在与王毅的通话中，博雷利首先对中国近期发生暴雨洪涝灾害表示深切慰问。博雷利强调，欧盟坚定致力于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他指出，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对立，而是互补关系，都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王毅则表示，中欧双方要开展更多机制性对话，把疫情3年中欧之间缺失的交流功课补起来，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通话中，双方都强调了高层引领对于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性。王毅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预定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期待会晤为中欧关系和双方合作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博雷利高级代表金秋率团访华，并举行战略对话，通过广泛深入交流，为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博雷利也表示，期待尽快访华，并同中国开展战略对话，共同筹备今年欧中领导人会晤，推动欧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大家也知道，博雷利2次来华不成，第一次呢是想来，他因为新冠疫情；第二次呢因为其他原因吧，他就推迟了。所以这次通话实际上是双方中欧关系再对对表。从我们方面来看呢，实际上是想为这个年末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呢做出一个充分的沟通和准备。从欧盟来说呢，他们也想给中国夯实友好关系。中国这方面主要还是为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希望欧盟得到支持呢，做一些充分的沟通和协调，所以这次的会呢还是正逢其时。实际上，3周之前，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王毅与博雷利进行了会谈，针对欧盟6月底发布首份经济安全战略提出的去风险说法，博雷利当时对中方表态称，欧中脱钩不现实也不可能。他表示，中国首先是欧盟的重要伙伴，这一定位十分清晰，也十分明确。全球产供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盟不支持阵营对立和平行体系，去风险绝非针对中国。欧盟从无意阻碍中国的发展。王毅当时告诉他，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欧方应进一步明确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定位，推动中欧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走，不能摇摆不定，更不能鼓励开倒车的言行。当前尤其要警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使去风险变成脱钩断链的代名词。中欧的交流更显现出一些紧迫感，就是双方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官员的互动交流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表明中欧都希望通过这个良好的合作来巩固或者弥补过去失去的东西。去风险说法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提出，当时中方就表示反对，指出所谓去风险的本质是脱钩断链的翻版，是去机遇、去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博雷利的涉华表态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在欧美舆论场颇为普遍。有分析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典型的既要又要心态，说白了就是两边的便宜都要占。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会用行政干预市场的粗暴手段，对企业采取胁迫措施。因此，在他们本国的商界内部，反对声浪很大，很多跨国企业负责人还亲自飞赴中国开拓市场。欧盟本身是一个还复杂的一个行为体，它内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对欧盟的情况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避免一小撮人把去风险变成去中国化这么一种走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尽量发展好跟法德等大国的关系，同我们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南欧国家呢，我们也想发展这种合作关系，那么使这个主流是成为合作，去风险呢成为末流。这个是我们发展欧洲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点。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也认为不应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棋子。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今年6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早餐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外交官就明确警告欧盟官员，不要效仿美国的狂热做法。其中一名外交官直言，华盛顿方面认为，在与北京打交道时，安全考虑优先于经济考虑，这显然与欧洲的实际利益不符。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项调查，多数欧洲民众将中国视为盟友或必要的合作伙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继续推动脱钩断链。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发布新的行政命令，针对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投资中国的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领域。据悉，美方将对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敏感技术进行严格审查，实际上就是想减少中国科技产业获得的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认为，美方的措施十分激进，在这一点上，欧洲是有不同看法的。美欧之间在防范中国的风险问题上是有相似的诉求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欧洲更想从中国做生意呢获益，不要把风险过度的夸大化。美国呢是，实际上是把风险过度的泛安全化，就是大的风险、小的风险一同防范。这点是美欧之间不同的有不同的诉求的。未来我看呢，我们就和欧洲之间呢要增信事宜，充分缓解欧盟对我们疑虑。实际上，美国科技产业界也强烈反对脱钩断链，因为投资中国不仅可以获得市场，还能与中国的产品研发保持沟通。实际上，在许多领域，中国企业逐渐占据先进地位。年初以来，已有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商界领袖密集访华。欧洲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都带来了商界天团。Both the US and the EU said they want to de-risk but not decoupl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at does this mean in concrete business terms? And I think a lot of the drama surrounding that question about de-risking is exactly because we have not yet given the concept a lot of content. So not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dramatically change or even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overall trading pictur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中国、美国、印度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在沙特阿拉伯第2大城市吉达落幕。会议没有达成具体结果，也未发表声明，但与会各方同意展开进一步会谈。没有受邀与会的俄罗斯则表示，西方试图寻求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注定失败。
5号至6号，有关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第2大城市吉达举行。除了美欧等西方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受邀参会。会议在6号晚间结束，没有发表宣言。沙特官方会后发表声明称，与会各方同意继续展开国际磋商和交流的重要性。欧洲国家的消息人士说，与会各国代表同意尊重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必须是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的核心。东道国沙特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此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人也没有出席，但乌克兰力争通过会议，获得西方以外国家的支持，特别是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但会议不邀请俄方参加，也收到一些与会国家代表的抗议。巴西总统顾问阿莫利姆就在会上公开表示，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任何真正会谈中，应该邀请俄罗斯参与。有西方媒体形容这番言论犹如一颗炸弹，让会议现场一片混乱。乌方肯定这次会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发布声明说，会议为推进和平解决方案取得进展且富有成效。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美国《纽约时报》8月5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他受到来自盟友的压力，逼他同意与俄罗斯谈判。报道称，在乌克兰外交官前往基达之前，泽连斯基与他们进行了紧急谈话。报道写道，2号，泽连斯基告诉该国外交官，形势将愈加复杂，在他看来，未来数月内对他的压力会不断加大，要求他寻求和谈途径。俄罗斯报纸报据此分析称，泽连斯基给外交官们布置任务，要他们尽力维系西方国家对基辅的支持，因为乌军的反攻目前并未取得预期成果。最终，大家说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提到让俄罗斯呢从乌克兰撤军，所以这跟之前呢实际上是乌方呢有所后退了，这朝着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呢，实际上是向前迈了一步，尽管呢这个步子呢不是特别大，但至少呢是有进展，所以这也是让外界呢相对来说呢对这次沙特吉达的国际会议呢还是比较乐观的，各个国家都是越来越关注，也越来越呼吁去通过呢和平方式解决俄乌冲突。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吉达会议反映出西方试图动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支持所谓的泽连斯基方案。这一努力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西方媒体报道普遍指出，众多发展中大国在俄乌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希望借吉达会议争取这些国家更多支持，为以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式结束战争创造条件。但会上各方的表态显示，许多国家的立场并未改变。美国《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俄罗斯并未对这次会议全盘否定，而是释放出复杂信号。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金砖国家参加吉达会议，可向乌克兰的西方后台传递一些理智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国代表与会可能会带来某些益处。中国没有参加上一轮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谈，此次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出席，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乌方欢迎中方派代表与会。《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美西方选择沙特主办此次会议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说服中国参与，因为沙特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代表参会被一些西方媒体视为外交奖励。过去1年来，沙特与中国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中国领导人2022年底访问利雅得，今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与其地区宿敌伊朗恢复关系。路透社分析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中国派代表参会，不代表最终会同意北约的主张。中国参加会议，表明愿意倾听和参加讨论，绝不意味着中国会同意任何不合理主张。中国一直被视作促成俄乌和平谈判的重要力量。乌克兰战争自去年2月爆发以来，中国对外表明坚持止战促谈，并在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呼吁启动和平谈判。这次在沙特吉达所开的国际会议是沙特方面的邀请中方的。这一方面呢，就可以看出来沙特和中国的关系呢在不断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呢，大家现在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认可的。
也认为呢，中国在解决俄乌冲突方面能够发挥呢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在沙特召开的吉达和平峰会最终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仅仅是达成了俄乌和谈应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核心的共识，您是如何看？确实，表面上看来，这个所谓的共识只不过是重复了一句虽然政治正确但却可有可无的废话。但是我认为，放在此情此景中，这却是一个非常必要、非常具有针对性与颇具技巧性的政治表态。大家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大多是不愿意盲目跟随美西方，为寻求俄乌停火止战而制裁或者孤立俄罗斯的。假如要让他们在此时此刻站出来做出类似于俄罗斯必须撤出乌东4州与克里米亚这样的表态，那最终的结果肯定会不欢而散。这显然不符合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召集本次会议的目的。而姿态性的重申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大家都愿意做的事情。实际上，对于西方与乌克兰来说，这也是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就包含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各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个条款，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要得到尊重。这也是今年2月24号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提出的12点内容当中的第1点。而在我个人看来，此时重申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超越俄乌战事的普遍性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人类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定，还是发展与繁荣，都有赖于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整个人类基本上处于丛林法则的主导状态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实施赤裸裸的侵略与掠夺战争，几乎是家常便饭。在2战后，由于联合国的建立，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才使得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同时，正是因为有了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人类才可以文明地配置资源，也就是不再通过战争与掠夺，而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我们人类的经济全球化才得以推进，发展才得以保障，经济才得以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再度遭到践踏，那我们人类将会重新回到2战前的丛林规则状态，世界的繁荣与安定将得而复失。因此，在此时重申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俄乌战事问题，更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类的命运问题。那乌克兰与西方国家推动在沙特召开吉达和平峰会，主要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此前我曾经多次说过，这场俄乌战事并不是只有俄乌双方在博弈，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跟俄罗斯博弈。博弈的战场也不仅仅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经济、外交与道义上的全面开打。这次吉达峰会拒绝邀请俄罗斯参加，也就再度赤裸裸地表明了西方国家想要建立一个全面孤立俄罗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而且我认为，在这条战线上，西方国家打的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他们的第一步是，在俄乌战事开打之后，所有广义上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与韩国在内，立刻自动抱团结成了一个铁杆的反俄联盟。接下来第2步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广泛动员非西方国家加入到其联盟当中。而从好几次联合国大会上有关涉及俄罗斯问题的投票，有大概140多个国家，也就是超过2/3的国家投了赞成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但是让西方国家感到头疼的是，一些关键性的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土耳其在内，一度是保持了中立态度，投出了弃权票。于是西方国家的第3步就是主攻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
其中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冲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决定趁热打铁，推出他们的第4步行动计划，也就是这次邀请一众持中立状态的国家在沙特召开其他峰会，以图进一步巩固其建立的反俄国际统一战线，并趁机给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4号表示，中国政府也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出席吉达峰会，是一个超级突破和历史性的胜利。对此，您又是如何看？我认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这一表态，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游说印度、土耳其等中立国家改变立场之后，西方国家下一步在外交方面的主攻方向，就是企图把中国也拉到他们这一边。这也是美国处心积虑让沙特出面来举办本次吉达峰会的原因。他们显然是想利用中沙之间的友好关系，来达到对中国晓之以情的作用。而西方借沙特的场子来召开吉达峰会，争取中国的支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在中立国家中，尤其是对亚非拉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二是中俄关系相当友好，中国也对俄罗斯具有影响力。三是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与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与俄乌双方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对俄乌2国的国内经济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事实在俄乌双方都已经打得接近于弹尽粮绝，连北约的弹药库都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他们更想拉住中国。当然了，中方应邀出席这次峰会，并不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在俄乌战事上的中立态度，而仅仅是意味着，在5月份中国欧亚事务特使李辉展开劝和促谈之旅，向俄乌欧3方进行摸底之后，中国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解决俄乌危机。7月28号，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启航，近日抵达阿拉斯加附近公海海域，这也是中俄舰队连续第2年进入这一水域巡航。虽然中国国防部早已声明，中俄第3次海上巡航不针对第三方，但美媒近日仍大力炒作，美军也出动4艘军舰跟踪。相较于第2次中俄海上巡航，为何美方今年出动更多舰机应对？在日俄关系撕破脸之际，日媒曝光驻日美军正在修改调动运用体制，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5号独家报道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第3次联合海上巡航的中俄海军舰队上周进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国际海域，但并未进入美国领海。有美国专家指出，这是目前为止靠近美国海岸的规模最大巡航舰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4号披露了更详细的信息，称俄罗斯海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舰艇分队在白令海西南部举行了反潜演习。白令海由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美国阿拉斯加州及阿留申群岛围合而成，位于太平洋的最北端，通过白令海峡与北冰洋水域相通。俄媒披露，该国海军编队由下列军舰组成：俄罗斯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舰、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反潜舰、俄海军雷明号、俄罗斯联邦英雄阿尔达齐登扎波夫号护卫舰及佩琴加号中型海上油轮。中国海军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贵阳号、齐齐哈尔号、护卫舰铜陵号和日照号，以及综合补给舰太湖号。据悉，这些军舰结束了7月20号至23号在日本海举行中俄北部联合2023联合海军演习后，稍事休整，就展开了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言人强调，中俄巡航仍留在国际水域，不被视为威胁，但美军却派出了相当规模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作出回应。一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方不仅出动了约翰·麦凯恩号、本福德号、中云号以及约翰·芬恩号4艘导弹驱逐舰，还派出了 P-8海神巡逻机跟踪中俄军舰的动向。观察指出，这是美军历来派出的最大规模舰队来监视中俄海上巡航。
与之相比，去年9月，中俄进行第2次海上联合巡航时，中俄海军联合舰队7艘军舰也曾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短暂现身，但当时美军没有出动，美方只有1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金伯尔号驱逐舰出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说，美方去年9月的回应不温不火，今年则做出了有力回应。他认为美国今后要发出更强有力的信息。因为他不知道中俄的这种演习下一步的航迹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演习的科目是什么呀？你还往哪儿走啊？他分析呢，就是随着中国的海军的这个舰艇的吨位越来越大，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会走向远海，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进入这个北极航线，那它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反应啊也非常的激烈。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大肆炒作中俄巡航的背景是去年10月。拜登发布了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提出了美国政府北极战略4大支柱，排在第一的就是安全。因此，虽然中俄舰队并未进入北冰洋水域，但美军仍采取大动作的应对，趁机炒作所谓中俄威胁。深圳卫视还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7月31号的一篇报道中就宣称，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是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该报称，北极成为大国竞争新战线，但美国已经落后中俄。文章还强行把北极与南海关联，声称美国此前曾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政府在南海建造起军事设施，美国国防部不想在北极地区再次毫无防备地坐视中国力量增强。事实上，美国的北极战略正是围绕着军事化展开，企图在北极地区维持霸权、渲染大国竞争的正是美国。阿拉斯加是美国的军事重镇，自冷战时期起就作为该国反俄的前沿，部署有重兵，近年来不断强化。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拥有100多架先进 F-35和 F-22战斗机，且美国拥有在海中航行、可以穿透冰层的核动力潜艇，在格陵兰岛上还安装有美军的导弹跟踪雷达。今年年初，美国空军将4架 F-35A 隐形战机部署至丹麦属地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军首次在其最北端的基地部署 F-35战机。美国政府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报告还对未来10年美国进军北极做出战略规划。外界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批中程弹道导弹就将部署在阿拉斯加。你看现在在北极这个地区里边，除了俄罗斯一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北约的国家。那么北约可是一个军事集团呐，那他把北极给封控起来，或者把北极为他所用，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军事上霸占公共的这个海域。虽然中国国防部7月26号发布公告表示，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进行，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中俄正常合作仍被美方视为眼中钉。《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中俄海军加强合作是为了对抗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其他地区伙伴的联盟。对于这次巡航的路线，有报道称，往年途经的日本海、太平洋海域，今年还会再去，过去也曾抵达白令海，今年不排除会驶向更远的水域。值得注意的是，绕行日本列岛1周是中俄巡航的例牌，而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选边站队，与俄罗斯撕破脸，这也让日本对俄军的一举一动高度警惕。8月4号，日本北海道新闻报道称，在日方认为与俄罗斯有争议的北方4岛之一的池武群岛，俄方称哈伯麦群岛的贝壳岛的一座灯塔上，日前突然亮出俄罗斯国旗，而附近还有日本渔民在打鱼。日本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俄方此举。7月29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表示，中俄舰队当时已经通过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日方派出2艘舰艇跟踪监视。军事专家邵永龄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日本海和白令海都属于公海，中俄海军在这2片海域开展巡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国防部的表态相当明确，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如果有哪些国家感到被针对，那只能说明他们做贼心虚。
实际上，在西太区域，美国正日益将日本军事化，以充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以允许日本以切香肠的方式突破和平宪法为诱饵，以偏袒日本向太平洋水域排放核污染水为政治宣示。军事上则不断强化所谓跳岛战略，强化在冲绳群岛的部署，并极力打造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等。美国加紧在亚太打造小北约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另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6号报道，美国政府和国会已开始讨论修改驻日美军的调动运用体制，其中包含在日本设置负责与日本自卫队磨合的协调机构，建立起战事发生之际统一调动美日部队的体制。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还扬言，要针对所谓台湾有事的状况，因为在极其严峻的环境下，美日部队合作所需时间将决定胜负。随着美国继续秉持这种冷战思维，大国对抗啊，它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把这个日本作为一个军事盟国来共同推行美国的战略呢，就要加大，所以它所谓的这种修改，就是进一步的放纵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使用。接下来关注南海。5号，菲律宾派出2艘船只，企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方采取了相应的执法措施。中国海警局连续2天向国际社会澄清，介绍了仁爱礁事件的真实完整过程。中方敦促菲律宾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原状。而此时美方出来搬弄是非，还威胁称或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值得警惕。中国海警局6号公开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8月5号，菲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对非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进行了拦阻。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侵权活动。不过，菲方对于中方的劝阻无动于衷，还借机炒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武装部队称，中国海警8月5号在南沙仁爱礁海域对菲方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轮换人员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拦阻，并使用水炮攻击，违反了国际法。菲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对此，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7号发布新闻发言人就仁爱礁问题答记者问，全面介绍菲律宾在仁爱礁坐滩军舰事件缘由，并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发言人称，仁爱礁历来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1999年，菲方一艘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坐滩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未拖走该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菲方此举严重侵犯中方主权，违背了自身承诺，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最近获悉菲方将对仁爱礁开展新一轮运补后，中方在多个层级利用多个渠道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方不得擅自派船只闯入仁爱礁，不得向坐滩军舰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8月5号，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仍执意派出2艘船只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了警示性执法措施。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使用水炮实施警示，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认为，针对此前外媒有关炒作，中方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主动介绍仁爱礁事件真实完整的过程，有利于国际社会用更全面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看待事件。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起因来说，是因为菲律宾方面它这个等于是加固这个岛礁，那它这个是具有挑衅的行为。第二点才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才要进行这个通过这种水炮，我们说的很清楚，这种水炮改变它的航线，而会避免双方这个船只发生进一步的碰撞，因为船只碰撞可能会引发的事件，这个事态会更严峻一点。中国海警局还表示，中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同时再次呼吁菲方接受中方建议，通过商谈探讨管控仁爱礁局势的具体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个把整个这个事件完整的曝光，实际上是也有利于双方采取更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实际上在高度关注下，那么如果能够加强一些对话，能够形成一些共识，进行危机管理的话，才有可能使这个局面得到控制。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在6月份也曾经发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当时称，2艘菲律宾巡逻舰在南海海域遭中国海警船阻扰，还炒作称中方的正常执法十分危险。但事后看来，这起事件似乎并不是孤立的，因为美方很快就插手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故意发声明颠倒黑白，称中方行为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一次，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声明挑衅，称美方支持菲方合法海洋活动，还声称对菲海警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为菲方非法挑衅行为站台背书，中方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事实上，南海过去曾陷入纷争，在美方的挑唆下，曾发生南海仲裁案闹剧。但在中国和菲律宾等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成为友谊之海、繁荣之海。但美方不甘心，不断搅浑水。据菲律宾星报8月5号报道，非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拉亚称，菲律宾计划在今年底前与美国在南海开展联合巡逻行动。外界还注意到，今年2月，美国和菲律宾同意在菲增设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至此，美国可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多达9个。4月初，菲律宾公布了这4个新增军事基地的地点，其中3个面向台海，最近距离台湾岛仅400公里，一个靠近南沙群岛。美方意图不言而喻。在这些基地接纳美军之后的5月3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应邀访问美国，期间美方安排他到访五角大楼。美菲双方表示将通过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加强防卫联盟关系。张杰就提醒，美菲未来的南海联合巡逻，如果用于为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坐滩军舰补给保驾护航，将增加中方维权难度，也加大中国与美菲船只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然后美国的干涉为菲律宾打气撑腰，那菲律宾过去他实际上是不太敢和中国的船只直接这样对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他本身采取的一些动作，他就会具有一些冒险性的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个有一个拱火的这个作用在里边。今年以来，美菲加强军事合作趋势明显，两国举行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参演总兵力多达1.7万人。日益强化的美菲军事合作引发了非民众对菲律宾成为战场的恐惧，也有许多非政界人士对马克思的亲美立场表达不满。前总统杜特尔特警告称，马克思同意美国扩大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可能导致战争一触即发。菲律宾国内现已有9个美军基地，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如果美国利用这些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及核武器，菲律宾的和平与发展将会被牺牲，而战争等灾难性后果可能导致菲律宾沦为墓地。
那实际上美菲之间是有个利益的交换。那么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是如果我要对中国的这个台海问题形成一种战略威慑的话，那它需要有很多的前沿基地部署。那么菲律宾这三个基地实际上对于美国未来在部署整个台海问题上的军事部署，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那实际上作为这种交换，实际上美国是进一步的明确要加强对菲律宾这个南海上的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说加强整个对菲律宾国防现代化的一个帮助。